Hello，大家好，我係 Coach。今集嘅題目係研究院入學申請策略揭秘，內容有研究院學位嘅優勢、入學要求同埋應對嘅策略，研究生入學委員會成員所俾你哋嘅提示。如果喜歡今集嘅內容，請你俾 like、建設性留言同埋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多謝支持。首先，我哋睇下擁有研究院學位嘅優勢對你有冇吸引力啊？第一個優勢係可以作為移民嘅途徑。Bachelor's degree 喺發達國家只係基本嘅教育，佢哋會爭取收納其他國家擁有高學歷嘅人士嚟到強化自己嘅人力資源，所以擁有研究院學歷素來都係會受到外國歡迎嘅。例如以加拿大 BC 省為例啊，完成指定嘅相關科技、醫學、環境等研究課程咧，可以立刻申請成為永久居民 PR。喺英國，研究院畢業可以擁有2年嘅工作簽證，呢一切都係移民嘅第一步。第二個優勢係會強化你嘅職業路途嘅。好多時候就業嘅薪金係同你接受教育嘅年期長短成為正比。喺健全有法治嘅社會裏邊嚟講咧，呢個係定律。Coach 唔需要多加注釋啦。另外，如果你喺職業裏邊係屬於做中高層嘅咧，會涉及較多嘅決策權。咁呢個喺將來人工智能取替你嘅機會相對會降低好多。第三個嘅優越條件呢，就係研究院嘅經濟支援呢，係比本科嘅學生高好多㗎。學費通常都較為平啦。國際學生學費有時係同本地生一樣添。有好多機會做教學助理同埋研究助理，亦都有機會接受呢方面嘅培訓。獎學金嘅名額亦都多好多，仲有另外一啲嘅研究補助金，大大小小嘅 research grant 可以申請。於是計計埋埋，等於唔使交學費，仲有收入，亦都可以幫助你建立事業。Coach 認為呢一個係讀研究院最大嘅益處。我哋睇一睇研究院入學嘅要求。首先注意碩士課程係分為2大類，係 by research 或者係 by coursework。如果你主要係希望得到碩士學位嘅證書呢，咁 by coursework 可能成為你最簡單最快嘅方法，因為完成一個明確嘅課程呢，就可以畢業啦。以研究為基礎嘅碩士課程可能會更具個人意義，因為你會有機會推進一個自己選擇嘅獨特學術領域，唔單係學習，而係創造知識。不過外界其實唔在乎你係 research masters 抑或係 master by coursework， 除非佢哋自己已經經歷過研究院階段嘅教育，否則並唔會真正理解當中呢啲課程嘅差異嘅。咁第一樣嘅入學要求好明顯就係學術水平啦，通常會註明最低嘅 GPA 即係 Grade Point Average 嘅成績系統啦。留意大學佢本身自己嘅學術水平咧，對於你嘅成績 GPA 嘅兌換率就好似貨幣兌換咁樣有高有低嘅喎。假若有一個報讀嘅學生，佢畢業喺一間世界排名即係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或者 QS 超出咗1000以外嘅學校，而佢希望報讀研究嘅課程咧係去一間世界排名50以內嘅大學，咁呢個成績兌換率咧係絕對唔會理想啦。Coach 坦白話你知啊，呢位申請者咧好大機會根本唔會被考慮㗎，因為就算喺同一班畢業嘅本科生，都唔係人人可以繼續讀落去嘅。一般嚟講係揀 top 5或者 top 10% 先至啱㗎。當然啦，唔同嘅課程同埋唔同大學嘅收錄學生準則係相差好大嘅。來者不拒嘅學店，冇難度嘅課程，周街都係㗎。跟住就係報讀學生嘅學術水平咧，喺研究院通常要你呈報公開考試嘅成績。呢啲 standardized test 咧會令到學生嘅真正水平係無所遁形嘅，不失為一個比較公平嘅取錄方式。GMAT 同埋 GRE 係最普遍嘅2個考試。另外，例如法律同埋醫學咁樣咧，都有佢哋自己公開嘅考試嘅。學位同學術機構對等嘅問題係唔容易忽視㗎。即使收錄中學生咧入讀本科嘅時候啊，喺呢個階段已經有非常精密嘅運作模式啦。以加拿大安大略省為例啊，每一間中學咧佢都有一個計分嘅調節系統㗎，我哋叫做 adjustment factor， 係根據學生入讀之前佢哋中學嘅平均畢業分。
對比該個學生喺完成大學第一年之後嘅平均分，咁調節嚟加減，計算中學收生嘅階段。咁呢個 adjustment factor 咧係好重要嘅。由於有公眾知情權，大學設定嘅對個別中學調節嘅機制呢個文件咧係可以查冊參考㗎。被打擊最嚴重嘅多倫多嘅大中學咧，佢哋係扣減咗27.1%㗎，即係話如果有個學生佢以90分嘅平均分畢業啦，但係基於佢來自某一個中學咧，可能被減去變成為62.9分㗎。喺 UBC 佢哋收錄溫哥華當地嘅中學，亦都係以學校為收生嘅分數單位㗎，呢個係眾人皆知嘅事實。至於報讀 postgraduate 課程，你可以好簡略咁比較下兩間大學嘅世界排名，就會預算到自己嘅機會有幾大㗎啦。有啲人誤會咗大學鍾意收返自己學校畢業嘅本科生，其實唔係有咁樣嘅取向嘅，只係話有相同嘅大學嘅時候呢，學術成績係對等，唔會被扣分，收錄嘅機會就自然會高咗啦。另外一個條件就係，如果你已經擁有相關課程範疇嘅工作或者學術經驗，就會被優先考慮。所以有啲學校喺報名嘅時候需要你提交一份 CV， 又或者你喺報讀寫意向書嗰啲文章裏邊要充分發揮自己呢個優勢。用英語教學嘅學校都必定要求國際學生提供英語水平測試結果，最普遍嘅要求就係 IELTS Academic 要去到7。個別可能會更加高，尤其是報讀研究碩士嘅 Research Master 咧，英文程度會影響你能夠完成畢業論文嘅機會嘅。至於 PhD， 老實嚟講 IELTS 8咧都好勉強㗎。Coach 希望俾大家一個以目標為本嘅心理準備，其實絕大部分為咗職業或者移民嘅人，即係話可能高達90% 嘅人士咧，都應該選擇讀 Masters by Coursework 嘅。跟住落嚟呢一項就係要有一個有力嘅學術推薦書啦。留意為你寫推薦書嘅人，佢一定要對你有深入嘅認識，同埋要喺學術方面能夠評核你。呢兩個條件係缺一不可嘅。Coach 見過成日有人揾教會嘅牧師寫推薦信，咁除非申請人係報讀神學啦，否則根本唔會睇嘅。Coach 亦都收過2次申請人連車牌都交埋嚟，當然係笑到碌地啦，因為佢哋又唔係申請做司機，俾個車牌我睇做乜呢？呢兩個都係真實報讀碩士課程唔用腦嘅個案。其實好多推薦書，因為撰寫人係並冇學術嘅資格，全部作廢。而家唔係叫你用嚟交俾法庭嘅求情信，你揾朋友或者你認為有社會地位嘅人嚟寫都係完全冇用㗎。跟住落嚟有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就係興趣或者意向說明書啦 ，Statement of Interest 或者 Statement of Intent 喺 Research Master 或者PhD Program 咧係一個重要嘅環節。究竟你研究嘅題目係乜嘢，對象係乜嘢呢？你對於呢個研究範疇有幾深入嘅認識？競爭性越大嘅課程同埋學校就會越看重呢一啲地方啦。喺 PhD 嘅話，你就預算要交埋個 Full Research Proposal。寫意向書之前最好做好功課，充分理解課程嘅內容同埋目的，要對準自己嘅能力同埋需要，千祈唔好憑空想像。近來呢，面試就通常都唔需要嘅，但係如果有嘅時候，佢哋多數利用校友進行面試，比較隨便嘅形式去談話，互相認識。咁呢個係為學生提供咗一個展示自己喺申請或者個人陳述中唔容易表達嘅其他嘅個人品質嘅機會，例如自信、魅力、社交同埋品格等等。如果係報讀音樂方面嘅呢，就會需要 audition 啦。報讀藝術方面就要準備 portfolio。以下落嚟同你分享一啲大學招生委員會內部人俾你嘅提示。第一個係要超越校對嘅呢個要求，你要向有研究學院背景嘅人展示你嘅論文，以聽取佢哋嘅觀點。除咗 grammar 同 spelling 呢啲小嘅意外之外呢，你又需要申請人保持寫作嘅語調同埋整體嘅信息連貫性，甚至要用上一啲 research terminology。咁第三者嘅觀點就可以幫到你哋啦。優秀嘅成績咧係必須嘅，但係咧要對活動創新能力、創意等等嘅視覺成熟同埋熱情都會喺報名嘅程序每一個角落表現出嚟嘅。招生小組必須清楚了解你對課程會帶嚟邊一啲特質，
而呢啲主觀嘅項目，如果係特別強嘅話呢，佢甚至可以幫你彌補到你學術成績上邊一啲唔完美嘅地方。報名嘅學生若果能夠揾到或曾經喺呢間學校讀過課程嘅朋友幫佢睇一睇，攞啲第一手嘅經驗同埋見解呢，就係最理想啦。另外要好好利用推薦信嚟幫助區分你嘅申請。為此寫信者你要俾多啲獨特同埋詳細嘅信息佢，等佢能夠呢去寫一封喺招生委員會面前能夠脫穎而出、令人難忘嘅推薦信。你要確定點解你對嗰間學校感到興趣。對於研究生學校嚟講，呢一點尤為重要。係咪因為一個特定嘅教授你想跟佢讀呢？抑或係嗰間學校有專門提供嘅課程？你喺申請嘅時候要突出顯示呢啲關鍵嘅內容。如果申請表上有一啲嘅選項 optional questions， 建議申請者全部作答。雖然你可能會想略過呢啲內容，但係採取咗額外嘅步驟，有機會更加容易滿足收生要求，可能會幫助你從競爭中脫穎而出。喺申請嘅時候，時間都決定好大㗎。大學通常咧喺初階段會保持較高嘅取錄率，學生應該考慮及早申請。以 UBC 為例，佢哋最初開放招收學生嘅時候呢，就會參考過去嘅成功入學水平啦。但係由於準確報讀嘅數據喺當年嘅佢哋仲未收到㗎，所以佢哋會喺第一輪收生會做得鬆一啲。所以招收嘅初期一定唔會係最難嘅階段，反而如果你睇住個截止日期報名嚟遞交申請嘅呢，有可能佢哋已經收到好滿啦。咁喺最後階段將會提高要求。所以美國第一階段11月1號嘅 Early Admission 學生成功報讀心儀嘅大學比率係最高。呢一個數據每一年顯示都係相同㗎。所以重要嘅策略就係千祈唔好等到最後截止日期先提交申請。接住落嚟第8項係最難嘅，就係揾到你嘅論文導師 Find your advisor。如果你係選擇申請 Research Master 嘅話，有一個人係決定咗你取錄嘅機會，你必須預先聯絡到心儀嘅教授，用真誠去感動同埋同佢溝通一下研究題目，睇下佢有冇興趣作為你嘅論文導師。大前提係你哋嘅研究範圍應該係吻合嘅，教授唔會收一個同佢研究範疇唔相同嘅學生㗎，需要大家嘅性格夾得嚟啦。咁希望建立一個和諧嘅關係，教授要有信心你嘅學術質素係達到要求，有做研究嘅精神同埋條件，呢個你要證實俾佢睇，等佢有信心收你為學生。教授嘅工作量係咪能夠有時間去加多研究你嘅指導呢？例如臨近退休嘅教授，佢可能想減輕工作量，或者諗住轉去另外一間大學嘅教授，佢通常都唔會再收新生嘅。有時亦都遇到佢哋係 sabbatical year， 唔會進行教學工作嘅喎。又或者佢哋進行緊一個好重要嘅大型研究，冇時間指導學生。聽到呢一度，你就會知道要揾一個 thesis advisor 係有幾難㗎啦。所以學校絕唔會收一個冇教授願意擔當 advisor 嘅學生。喺我哋開會收生嘅時候呢，好多時候會提到一點，就係話有冇教授肯做佢嘅指導嘅導師呢？如果答案係冇嘅時候呢，都唔會再討論落去嘅。咁呢個學生就直接被 reject 㗎啦。Coach 亦都有朋友讀博士嘅時候，曾經2個嘅 thesis advisor 先後去世啊。咁佢要轉到美國另外一個州先至可以繼續完成學業。咁所以尤其係讀 PhD 呢，成功率係唔會太高㗎。US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研究咗 completion and attrition rate， 調查咗來自330個課程、54個學科同埋30個大學嘅49,000名學生。令人驚訝嘅係，學生開始讀博士課程之後10年啊，57% 嘅學生係唔會畢業嘅。Duke University 亦都喺佢哋嘅網站公佈咗一啲得意嘅數據，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全校合計 Masters 同埋 PhD 嘅收生率大約係報讀嘅人數20% 左右，但係能夠完成課程嘅喺呢20% 之中呢，只係有25至30% 嘅人嘅啫。所以有興趣報讀 postgraduate 嘅同學，
尤其係 research stream 嘅學生呢，要做好心理準備，仲要係知道自己嘅能力同埋決心。你要設定後備嘅計劃，亦都即係 Plan B 啦。即使你有優異嘅學術成績，有令人印象深刻嘅簡歷，並且已經參加咗好多有意義同埋相關嘅學術活動經驗，具競爭性嘅大學喺研究課程方面仍然係保持極低嘅取錄率，尤其招收國際學生可能只係達到1% 嘅啫。於是你需要制定一個後備嘅計劃。最後提醒申請人喺報讀策略方面可以有3類型嘅學校作為目標。Rich School 就係取錄最嚴謹，全世界嘅焦點都放喺佢哋嘅課程嗰度。呢啲通常係該個國家排名最高嗰幾位嘅大學。Target School 就係好理想嘅大學，能夠入讀呢已經係心滿意足㗎啦。最後第3類係 Safety School， 即係你個安全網，你有信心被取錄，即使頭2類嘅大學你都失敗嘅呢，你仍然係有學校收你㗎，咁就唔會白費咗1年嘅時間兩手空空。喺今集 Coach 為大家介紹咗讀 postgraduate 嘅優勢同埋報讀嘅策略條件等等，希望你可以留言俾 like 同埋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多謝支持。